诸位同学，大家好。接着，请看结善之方最后的一段随缘即众，其类至反，越言其纲大约有10。这是了凡先生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知道随缘，尽力了去行善。那哪些是善事呢？他举了10个例子。第一个是与人为善，第二爱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是劝人为善，第五救人为吉，第六心坚大利，第七舍财作福，第八护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长，第10爱惜物命。这个10条我们读了以后仔细想一想，确实有必要而这10条在现前社会里面呢，可以说是严重的缺乏，所以社会的动乱不安这个人心惶惶确实是有道理的这个10条对我们的帮助很大。这个了凡先生往下是一条一条为我们说明。先说与人为善。何谓与人为善？这是举古时候的一个例子。昔舜在雷泽，见愚者皆取深潭后者，而老弱则于急流浅滩之中，恻然哀之而亡于焉。这说的舜王大舜在年轻的时候，雷泽是湖的名字，在山东那么在湖边呢，当然打鱼的人很多渔者就是打鱼的人。这些人年轻力壮都选择好的地方去捕鱼，但是老弱就没有办法跟他们争，只好到急流浅滩之处，这很不好的地方也很不容易这个捞获。舜看到之后生了怜悯之心这个是年轻人欺负老弱，对不起老年人他怎么办呢？他也去捕鱼他也去以身
作则做一个榜样给人看。见增者，见逆其过而不谈；见有让者，则欲扬而取法之。他这个方法好啊！看到人在捕鱼的时候互相争执，相争不让，他一句话都不说，不说他们的过失。偶尔见有互相谦让的，他就大加赞扬。几年，就过了1年，皆以后谈后责相让矣。过了1年之后由于舜的感化，大家彼此都能够互相相让的。夫以舜之明者，其不能出一言教众人哉？乃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此良公苦行也。舜确实有大智慧他为什么不用言教来开导大众而以身体力行给大家做一个榜样？这其中的道理，我们要多想想。言教不如身教你教人家做，你自己做不到，没有人相信。尤其在今天的社会，一般大众贪嗔痴慢的习气染污的比古人不知道要多10倍100倍都不止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讲民风还相当淳朴舜这种方法1年就能够收到效果。我们今天要效法大舜的精神，要采取大舜的方法，以身作则，1年收不到效果至少得10年。如果10年能收到效果，那就非常的幸运了。10年收不到效果，20年、30年、40年，持之有恒必定能够感化众生。这是以舜的悲心，以舜的善巧方便做一个例子。下面说吾辈出末世这个末世是佛法里面讲的末法时期释迦牟尼佛他的法运我们在经典上看到是12000年。第一个1000年呢，叫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叫相法时期。相法相似已经变质了往后10000年呢，都称为末法时期那么现在这个末法已经过了1000年了。了凡先生是明朝人，明朝已经是在末法时代了。这个时候，人心逐渐薄了，没有从前
那么样醇厚了。这特别提出来我们这一辈现在处在末世恶以己之长而盖人，恶以己之善而行人，恶以己之多能而困人。这是了凡先生劝导我们在末世千万不要以自己的长处去掩盖盖过别人别人有不善的事情，做不善事情的人在现在的社会太多太多了。我们自己虽然行善，绝不可以用善来跟他做比较、做较量，不可以。别人能力不及我，不可以把自己的能力去为难别人我们这个道场有一位悟谦法师这个人能力很强。过去韩馆长在世的时候，常常给我说悟谦一个人可以做5个人的事情但是就是不能处人，跟什么人都处不好我也帮助他找了几处地方都住不好不能跟人相处最后我把他送到图文巴山上让他去在那边照顾这个小地方。我把他的名字改了馆长替他的名字悟谦大千世界的谦，那个谦的形状像一把宝剑处处刺伤人所以我想这个名字不好，我把它改成谦虚的谦让他学谦虚，让人让，学人让。他在山上住了1年多，不错，确实天天反省，最后他明白了，他知道他为什么跟别人处不好，就是他做事的速度太快，认真负责看别人都看不惯，这个就是以自己的多能而困人所以别人都不喜欢他这一回头大家都欢喜他，都赞叹他，都愿意和他相处。人贵自知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里，把自己的毛病改过来就好了，那才真正是一个善人。收敛才智，若无若虚，见人过失且含容而掩伏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那么这是教我们平常处事待人接物的态度。自己有才智，一定要收敛要懂得收敛有才要常做无才之相这是真的我们纵然有才智，比起古圣先贤，我们差远了根本就配不上这一点小才智算得了什么呢？现代人稍稍有一点能力，就感觉到值得骄傲，这个错了这一值得骄傲了，
自己的德行全都毁掉了这是很大的过失一定要收敛要虚怀若谷，见别人的过失一定要包容要掩盖。所谓是隐恶扬善古人的教训是真理我们这样对人，一则令其可改让他慢慢觉悟慢慢的回头，给他改过的机会；一则呢，叫他知道有所顾忌他做恶，别人不是不知道，别人知道而不说他，而包容他，容易使他生惭愧心不敢放纵。这是我们处事对人良好的态度见人有微常可取，小善可录幡然舍己而从之这个是随缘度众的秘诀人家有很小的长处，有很小的善行，我们见到了，可以舍去自己的立场，全心全力去帮助他我的善行比他还要大，比他做的还要好，我暂时放下随顺他，让他生欢喜心帮助他，成就他，这个才是真正的与人为善且为艳称而广熟之这个艳称是美称赞叹，使他善能够日增凡日用间，发一言，行一事，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吾利则。什么叫为吾利则我们如果说人的范围有限吾可以包括人比如我们今天讲动物可以包括人，但是讲人不包括动物，所以物的意思比人的意思广泛的太多了，不但是为一切人做一个模范呢，这个则就是模范，就是榜样做一个好样子要为一切众生做好样子一切众生范围就包括的广了，此大人天下为公之度也我们今天要改过，讲修善讲积善，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从拓开心量做起起心动念不要为自己为天下，为世界为社会，为众生绝没有自己的念头这个人就称之为大人，这是真正的天下为公。
那么第二段讲何为爱敬存心啊，这一条非常重要。我们现前的社会，实在说呢，就是缺乏爱心啊。现代的人几乎已经把什么叫爱心呢忘掉了，这个不得了啊！你看佛法里面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就是爱心呐。今年2001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在新加坡照过去的例子，我们举办了千禧年的温馨晚会我就想到今年的晚会，我送大家什么礼物呢？想到今天社会普遍没有爱心我就写了一个“爱”字复印了2万张，向全世界送爱心原本的这一张呢，赠送给新加坡的总理吴国栋先生普遍的向全世界送爱心有同修把这个字到处去赠送，我听得很欢喜我自己知道呢，送了3位总统新加坡的纳丹总统，印度尼西亚的瓦希德总统送他了，美国的小布什总统也送了他一张，处处送爱心提醒大家了，爱心重要唯有真诚的爱护别人，爱护一切众生，我们这个世界才能够安定，才能和平人民才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我们看底下的文字，君子与小人，就行迹观呢，常易相混这个世间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如果就形象上来看，很难看得出来唯一点存心处，则善恶玄绝，判然如黑白之相反。如果从存心上来讲呢，君子跟小人完全不同了形象上很难辨别，存心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就像黑与白一样绝不混杂。故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存心不一样。君子所存之心呢，只是爱人敬人之心。这个我们要知道大圣大贤、诸佛菩萨，跟我们一般人有什么两样？如果就行迹、日常生活、工作上来看，实在讲没有两样，唯一在存心不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呢，他们所存的是爱敬之心真诚的爱敬，平等的爱敬
佛菩萨的爱心是遍虚空法界。下面文说：盖人有亲疏贵贱，有智愚贤不肖，万贫不齐，皆无同胞，皆无一体。谁能懂得这个道理？为什么人间万贫不齐？这是习然不同习性不一样习性从哪里来的呢？无量劫这个善恶心行变现出来的佛法叫业力业力不一样所以才有贤愚不肖但是要知道，这些人跟我们是一体皆无同胞。这个事情，如果不是大圣人教导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孔子在《易系辞传》里面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又告诉我们：“精气为无，游魂为变。”这些话都是给我们说明万物的来源，生命的来源以及族类的来源。这是儒家讲的道家也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你看说法言辞不一样，意思相同佛家讲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所以你看看儒释道三家所说的讲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万物品类不齐的差别怎么形成的？这些话都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学佛这么多年，把佛菩萨圣贤的教诲我归纳也写成2句：心性幻化虚空法界虚空法界从哪里来的？心性幻化的。《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根深影现国土众生跟我们这个身体国土今天所说的宇宙之间的星球，以及一切众生，跟我们根深是一不是二所以心性虚空法界一如色身国土众生不二因此爱敬万贫是真正的自爱
所以自爱这两个字，今天有几个人懂得呢？人要自爱呀，要自爱就要爱一切众生所以真正体会到万贫不齐，皆无同胞，皆无一体，这个一句话重要啊！孰非当敬爱者呢？哪一个不是我们敬爱的对象呢？爱敬众人，即是爱敬圣贤。能通众人之志，即是通圣贤之志。或者圣贤之志，本于斯事斯人，各得其所我们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圣贤的大道能够爱敬众人。了凡先生说，就是爱敬圣贤，就是爱敬佛菩萨。我说的更亲切，就是自爱。能通圣贤之志，这个通是明了，通达明了能通众人之志就能通圣贤之志众人之志是什么？都希望得到圆满幸福的生活，不论是古人今人中国人外国人，确确实实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哪一个人不希望自己过得幸福美满？圣贤之治亦复如是大圣大贤他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这个世界这些人各得其所古圣先贤，我们看佛菩萨的教诲再仔细观察世间所有宗教的经典我涉猎的很多他们所崇奉的神圣，创教的教主无一不是祈求帮助这个世间众生都能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不但这一生的利益，来生更得殊胜的利益一般宗教来生升天堂佛教的时候劝人生极乐世界，这是圣贤之治吾或爱或敬，而安一世之人，即是为圣贤而安之也。这个话说得好一定这个圣贤之治要我们去推动，要我们去实行，我们一定要懂得或爱或敬这个或谁呢？
或诸佛菩萨的爱敬，或古圣先贤的爱敬，或各个宗教神明的爱敬，来做安一世之人，先前这个世间的人啊，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了。这就是为圣贤而安民哉。这些年，我跟世界上许许多多宗教领袖接触，我与他们交谈，神爱世人啊，这是宗教里头常说的。神在哪里？神怎么爱世人？今天世间人这么苦，细心去想一想，这一句话太空洞了，太抽象了。我们要反省呢，神怎么爱世人？我是宗教徒，我接受神这个爱呀，神爱我，我要把神对我的爱从我心里面再推开去爱世人，我代表神爱世人，神爱世人才能落实啊！我要不发心代表神来爱世人，神爱世人永远是空洞的，永远是个抽象的名词他们听我这个说法也点头啊！我说佛的大慈大悲，佛的大慈大悲在哪里？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这个世间已经3000年了你要说他老人家当年在世间大慈大悲，我们还能讲得通。他不在世了，这个大慈大悲在哪里？所以佛的学生，佛的弟子，我们接受了佛的慈悲也。我们怎么接受？从经典里面接受的。每一天读经，研究经教，依教奉行，我们得到佛的慈悲加护加持保护我们得到了，应当从自己的内心把佛的慈悲心变成自己的慈悲心，来对待一切众生落实佛菩萨的大慈大悲，要我们去做我们见到观世音菩萨，绝对不是恳求观音菩萨慈悲我，这不可能的泥塑木雕彩画的菩萨像，他怎么能保佑你呢？所谓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们要发扬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心行见到观音菩萨，想到我就是观音菩萨，我学习观音菩萨，我效法观音菩萨，是这么个意思这个是佛法教学的真理要懂得我不做观音菩萨造一个观音菩萨像，以为那就是的，大
大错特错啊！所以此地讲的这个十种善，爱敬存心呢是根本，没有爱敬存心呢，其余9条都做不到啊！9条你去做都是假善啊，都不是真善啊！前面这个了凡先生给我们讲了这个8条啊，你是假的，不是真的；你是取，不是知啊；你是半，不是满；你是小，不是大啊。所以关键在存心呐，存心一定是无私无我啊，真诚平等的敬爱一切众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的大道，我们就得到真传了。真传就是真诚的爱心。这个第3段是何为成人之美啊？他先举个例子说：欲之在时啊，欲世间人都非常宝贵它了啊！中国人爱玉啊，外国人爱钻石啊！钻石跟玉没有开采的时候，抵制皆瓦砾啊，那是一个万石啊，跟砖头瓦块没有两样，一文不值啊！追逐则归章啊，经过磨铸了啊，它就变成宝物了啊。规章是玉器啊，人人喜爱的，故凡见人行一善事，或其人智可取而资可敬，皆须诱意而成就之啊！我们看到一个人做一桩善事，这个善事可取；看到这个人呢，还有志向啊，禀赋还很好啊，谦虚恭敬，能够接受别人的教诲，这种人就是人才。我们要认识人才，要爱才，要惜才，要成就人才，这是善事里面最大的善事啊，积功累德里头最大的功德，我们要懂啊。这个人的志向可取，禀赋可取，我们都要帮助他，诱意是帮助他了啊，奖励他了，扶持他了啊。或谓之讲戒，或谓之维持，或为百其物而分其谤，务实之成立而后已啊。善人在这个社会生存很不容易啊！为什么呢？
善人必定跟不善人对立，不是善人愿意跟不善人对立，不是的，善人能够包容不善人，不善人不能包容善人，所以不善人跟善人对立，这一对立了，当然免不了有误会、有诽谤，甚至于陷害。让这个善人在社会上无立足之地呀，这个很可悲呀！我们知道了，发现有这些事情了，违背其物，我们要想方法帮助他，甚至于代替他诽谤的这些事实，减轻了别人对他的诽谤。古人叫分谤叫分其谤这是至是人人才能做得到，普通人做不到务必要使他在社会上能够安身立足，能够发扬光大他的善业，而后已。而后已是我们才算是尽心尽力了。接着为我们说：大抵人过恶其非类也，向人之善者少，不善者多，善人在俗，亦难自理。这种情形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那么我听到有一些同学告诉我，现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常常欺负新来的同学，欺负不同族类的同学，都是犯的这个毛病心量则小譬如说，如果发现这个同学确实有德行、有智慧，也挺能干的，他被人排斥，我们应该要帮助他了。同学当中有一等明白的人，我们一般讲打抱不平的这些同学起来，仗义而行，来替他分担这些诽谤分担呢别人对他的压力，让他安心在学校里读书求学，完成学业这是一个例子下面说：且豪杰真正不胜修行疾，多以知之这是也确实如此。真正有大志的人，往往不修边幅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比较随便那么在这些场合当中容易受到别人指责。指责的人所谓是
鸡蛋里面挑骨头啊！你没有过失，人家还造你谣言；有一些行迹不端呢，就被人家抓作把柄，借题发挥啊，来诽谤你、侮辱你、伤害你。这些事情，自古以来啊，我们都常常看到，常常听到。故善事常易败啊！你想做一桩好事，好事多磨啊，障碍你的人很多啊！我们在新加坡，希望建一个弥陀村，照顾这些年老的人，让这些人每天有机会听经，有机会念佛。3、4年当中，到处找地方，最后都被人破坏。真的是好事常易败，而善人常得报啊！好人常常遭遇人毁谤啊！我一生就在毁谤里面长成的。几十年来没有离开别人诽谤啊！虽然我对于诽谤的人，我都很尊敬他，我绝不加以辨别啊，因为他并没有妨害我每天讲经说法啊。那么一般同学啊，听了这些诽谤的，他不来听了，那是他的事情。我这个道场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所以各有因缘。这一段呢，我深深体会啊。好，就讲到此地啊。